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自控力。你有没有在深夜对自己说过，从明天开始我一定要改变？可第二天醒来，闹钟照旧被摁掉。减肥计划、学习清单、人生目标，统统一夜回到原点。你不是不努力，只是我们都曾被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击败，缺乏自控力。今天这本书叫《自控力》，它不是教你如何变得狠，而是告诉你，自控不是对抗自己，自控是理解自己。作者凯利·麦格尼格尔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，10多年他负责一门火到需要排队抢座的课程，专门讲自控力。最初他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以为自控就是靠意志力忍住诱惑，以为改变就是逼自己更努力。但他注意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，上课的人越努力克制自己，越容易复发、放弃、失败。为什么？他开始深入研究心理学、神经科学、行为机制，发现人类并不是管不住，而是不懂大脑是如何运作的。于是他把10多年研究写成一本人人能看得懂、能做得出的书，《自控力》。这不是一本励志书，是一本带你认识自己的说明书。书里没有一个伟人，没有逆袭神话，他讲的都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。戒烟失败的人，1年立40个计划，但没完成1个的人。明明想早睡却刷手机刷到2点的人。书的核心观点很现实，人不是败给懒，而是败给本能。第一个故事，斯坦福曾做过一个实验，研究员让一群孩子吃棉花糖，如果能忍住15分钟，就能得到2颗。有的孩子一口塞嘴里，有的捂住眼睛不敢看，还有的坐在椅子上打转。结果几十年后追踪发现，能忍住诱惑的孩子成绩更好，工作更稳定，人生更顺利。但书里告诉你一个更深的真相，忍住的孩子不是更坚强，是懂得自我对话。而那些直接吃掉棉花糖的孩子，不是意志弱，而是没有学会拿回大脑的控制权。第二个故事，有个女孩暴饮暴食多年，做过无数减肥计划，每次都是第1周信心满满，第2周坚持吃沙拉，第3周开始想，算了吧，我太累了，明天继续。然后明天永远没来，她痛恨自己，却越痛恨越吃。凯莉没有让她更努力，只是让她做了一件听起来反自律的事。每次想暴食的时候，先停10秒，问自己一句，我现在的情绪其实想要什么？结果女孩发现，原来自己不是饿，是太累、太压抑、太缺爱。于是改变从忍耐变成理解，吃东西不是为了填胃，而是为了填情绪。当原因被看见，暴食慢慢消失。书里说，自控不是压住欲望，而是看清欲望。看清才会改变，看清是自控的起点。第3个故事，作者讲过一个研究对象，一位执行力极强的中年男性，他事业成功，收入可观，可就是戒不掉晚上喝酒。他说，我一天解决几10个问题，但就是解决不了我自己。直到一次访谈，凯莉问，你每天喝酒那一刻，脑子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男人沉默很久，我累了，我想奖励自己。这句话让他瞬间破防，因为很多成年人不是输在懒，而是输在奖励方式错误，累了不休息，而是刷手机、熬夜、乱吃，无意义消费。大脑得到的是短暂快感，人生付出的是长期代价。这是现代人最会忽略的一件事。很多自控问题根本不是行为问题，而是情绪代偿问题。书里最震撼的一幕，不是讲道理，而是讲科学的残酷。凯莉说，当你做一件很难坚持的事，比如戒烟、减肥、学习、早睡，只要1次失败，人脑里会产生一个可怕的心理机制，道德许可效应。什么意思？比如你本来坚持了10天不吃垃圾食品，第11天受不了吃了1口薯片，你的大脑会说，反正已经破戒，不如今天放开吃吧，然后你一边吃一边骂自己没用，第2天更容易自暴自弃。
就像一个人在黑夜里摔倒，干脆说算了，我不走了。那一刻你能感到一种心酸，不是失败让人痛苦，是失败后的自责，让人失去继续走的力气。凯莉说过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，当人觉得自己不够好时，就不再努力变得更好。看似荒谬，却是许多人真实的心理现实。这一段读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沉默，因为你会忽然想起许多瞬间，一计划告吹时的懊悔，2深夜刷手机后的自责，3看着体重秤的绝望，4翻开书又放下时的叹息。原来我们不是被诱惑打败，是被失败后对自己的愧疚打败，而这就是自控的情绪高潮。人不是靠更狠的鞭子前进，人是靠更温柔的理解前行。看完这本书，你会明白，自控力不是一种天赋，是一种能力，而能力是可以训练的。它分3个关键核心。1看清自己。书里告诉你，人生80%的失败不是没做到，是没看清为什么做不到。你觉得自己拖延、懒惰、没毅力，但真相可能是压力过大，奖励机制混乱，大脑疲惫，情绪无出口，目标过大，导致大脑拒绝行动。当你看清底层原因，自控不再是磨刀霍霍，而是找到开锁的钥匙。2训练自己。书里写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结论，自控力就像肌肉，用就强，不用就弱。不是我天生就不行，而是你没练，怎么练？改变任务难度，不要从3小时学习开始，而是从翻开书5分钟开始。给大脑明确反馈，做成一件就认可一次。自控不是靠狠，是靠成就感循环。爱自己一点，别每次失败都狠狠骂自己，因为罪恶感会摧毁意志力，理解会重建它。3善待自己。书里最温柔、最成熟的一句话是，自控不是对自己下狠手，自控是让自己过得更好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心里住着一个教官，而是住着一个理解自己的人。累了就休息，做不到就降低目标，情绪淤积就表达出来，每一次重来都是一次成长。凯莉说，人类的大脑不是为完美设计的，是为更新设计的。也许你正在经历一种生活，白天忙，晚上更忙，忙完觉得空虚，空虚又刷手机到深夜，第二天醒来疲惫、焦虑、愧疚，一边恨自己，一边继续重复。你不是不想改变，你只是还没学会如何正确改变。记住，改变不是从我明天要怎样开始，改变从一句话开始，我理解现在这样的自己。然后从一个小小的可完成动作开始，只读2页，只走10分钟，只写一句话，只关掉5分钟手机。今天比昨天前进一步，就是自控力最真实的意义。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人生里，最想重新掌控的究竟是什么？如果你愿意说，那也许就是你改变的第一步。